大家好，我是克劳斯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分享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强制停贷，从江西蔓延至全国各地呈星火之势的烂尾楼业主集体发布通告，统一不还房贷了。我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，并能进而引发在房价下跌、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，更多人不还房贷，有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房地产崩盘和经济政治危机。但网友的反应之中，近乎有一半的声音对此不抱有太大希望，认为此事会跟以前所有的事情一样，最终被当局镇压，不了了之，甚至是中国没有希望了，中共江山稳固万年长。首先我想说的是，悲观是一种主观情绪，主观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客观判断。昨天我说过，强制停贷这件事情不简单，是有一个有组织、有计划的行动，但很多人并没有深思。从上个月的最后一天，江西景德镇的业主发布了第一份强制停贷通告，到昨天全国就100多家楼盘响应，用的同一份模板。到今天数据再次刷新，全国150多家了，这一共才2个星期14天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人是很不团结的，我相信2个星期你能让你们一栋楼的邻居团结起来做一件事就很厉害了，更别说一整个楼盘。一个楼盘少说几百户，多则上千户，打响第一枪的江西景德镇的那个楼盘就有900多户，而且更别说还是要做牺牲社会信用，面临被银行起诉的事情呢。再深入分析下去，这里面就更不简单了。首先，消息传播需要时间吧。媒体上最早出现江西的第一份强制停贷的消息，也就是才7天之前。如果这个强制停贷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，7天时间能干点什么？光收集签名同意书也不够吧？而且别忘了，这可都是烂尾楼，业主们并不住在一起。他们首先是怎么获得业主全部名单的？谁来组织策划的？怎么让所有人都同意、签字、收集、发布等等？难道你不惊讶吗？现在还觉得这件事情简单吗？最早传出来的消息只是个贴文，之后慢慢的有几个网红关注。这件事情真正得到媒体报道，也就是在最近的这2天。媒体都关注的时候，全国已经有上百家楼盘的业主集体发布通告了。这已经很明显的说明，他们在背后早就组织起来了，而且行事低调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媒体帮他们宣传。哪一个楼盘哪一天发布，早就策划好了的。这背后的势力绝对不一般。其实买到这种烂尾楼，本身业主就是因为是预售房，图个便宜。有权有势的人，谁会等上个几年才入住吗？买这种房子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普通的老百姓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？现在正值20大前夕，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件事。就算这件事掀不起多大的风浪，但是背后的势力也不会就此罢手的。另外，我看大家的悲观主要来自于中共这一边。很多人说中共有坦克，这种留言的还不少。这又不是上街抗议，在家就可以不还款，有坦克有什么用？然后很多人又说了，还是可以强迫你还款。你都打算牺牲社会信用了，都不怕被银行起诉拒绝还款了，那你怎么可能还会把钱放在银行里吗？肯定一早就转到亲友名下了，或者取出现金，还能再增加银行的流动风险。又有人说不还款就把你抓起来，甚至家人连坐发配新疆。我现在是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对中国那么悲观。很多人呢，是把中共想象成了一个无限弹药还不掉血的大 boss。 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也悲观了，节目也不用做了。中共不是法力无边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任何限制，不花任何成本。我为什么很看好这次行动？我看到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造反。难道只有暴力的才叫造反吗？就算你给那些业主人手发一把枪，又能怎样呢？在现今的条件下，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其实更为有效。中共不好拿它怎么样，而且烂尾楼本身也有政府的责任。这是比躺平有效100倍、1000倍的躺平升级版，是能引起连锁反应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。再退一步说，这件事最后就算被解决了，不管是被镇压还是被收买了，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，绝对不是一笔小钱能解决的。之前媒体就报道过，中共在维稳一个上访妈妈身上就花费了上百万。
需要动用多个部门，至少好几倍的人去维稳一个人。在中国以前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还可以，这些年经济下行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各级政府都是财政赤字。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加剧，中国维稳费一年比一年高，不管是公安还是军队，有几个真心信仰共产主义的？只要是钱给的不到位，马上就调转枪口。我昨天一直都在讲经济方面，很多人没有把握住重点。有些人悲观到甚至认为所有的类似事件能被摆平就没有意义，中国没救了，中国人没救了。其实历史已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了，一个政权的崩溃最终的原因都是没钱。大清末年，当兵的骨瘦如柴，拿着洋枪当拐杖，财政空虚，慈禧办大寿都没钱，还要挪用军费。明末，军中已经好久没有发军饷了，官兵收不到钱不打仗，逼到崇祯皇帝亲自带头一众大臣捐款。一个专制国家要维持权力稳定，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说到底都是要靠钱。现在的中共只是多了些高科技辅助手段而已，本质上还是一样。而这些专制体制都有同一个诟病，都会陷入同一个循环，那就是官僚主义导致统治体系越来越臃肿，统治效率越来越低，效率越低就需要越多的人，越多的人导致体系更加臃肿，进入死循环。循环的结果就是导致统治成本越来越高，最终王朝走向灭亡。就像明朝一开始有吏部管理官僚体系，后来又加了个锦衣卫，然后又不够了，加了个东厂，再搞一个西厂监视东厂，最后又来了个内厂，同时监视东厂和西厂。中共也是一样，城管、公安、国保、特务、特警、武警、军队、洪秀章、网格员，琳琅满目，我一时还说不完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多。苏联在倒台前，苏联共产党的人数其实是达到了最高峰，将近2000万的党员数量。按理说，这不应该是苏联共产党最强大的时候吗？而这恰恰是他最弱的时候。无一例外，苏联的倒台最终也是因为没钱。中共也正在这条路上，一方面花费越来越大，另一方面收入越来越少，哪一方面都不好解决，这条路是没有回头路的。中共最终的垮台就是需要一个导火索，全国烂尾楼集体不还贷能不能成为这个导火索，我们还不清楚。但是历史的大事件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导火索，在一个成功的导火索之前，必定有很多个失败的导火索，但是你不能说那些失败的导火索就毫无意义。历史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中共将会如何灭亡。我相信大家一定不要放弃，即便是你不能做点什么，只要心怀希望，就是对抗争者的鼓励。我愿意做别人黑暗世界里微弱的一点光明，你愿意吗？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